根据5月4号的消息，豹二 A6 已正式装备乌军王牌装甲部队第一坦克旅了。不了解的朋友啊，可能这里就要问了：3月28号豹二抵达乌克兰后，他们不就已经装备了吗？实际上呢，在德国援助豹二 A6 之后，虽然部分乌军部队在波兰、德国、英国完成了相关装备的培训训练，但这些部队返回乌克兰还需要再进行一次训练，再通过乌军的验收，证明其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后呢，才会装备部队，形成正式的战斗力。而豹二 A6 作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心心念念重头球员的武器之一，从被提出到最终正式装备乌军部队，部分朋友应该了解这一路的曲折。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豹二 A6 入乌的这段历史，以及装备这款坦克的乌克兰第一坦克旅。2022年2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了要求北约援助豹二主战坦克的请求。他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豹二坦克呢是一种高质量的武器系统，可以帮助乌克兰军队在抵御俄罗斯入侵时获得更好的防御能力。2月24号，俄乌战争正式打响，北约各国纷纷予以各种武器援助，武器威力跟随着战争的发展由轻到重，逐步升级。但是北约各国唯独对各自的现役主战坦克是丝毫不松口，均不同意援助。时间来到2022年底，这一情况迎来了转机。经过验证，乌克兰凭借着坚决抵抗入侵者的意志，维护领土完整，证明了他们能够守住。德国方面呢是率先松口表示，只要美国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他们就可以提供豹二。在美德两国僵持几天之后呢，这一局面被美国打破了。白宫在今年的1月24号表示，拜登政府准备批准向乌克兰提供 M1。紧接着，德国总理也在当天表示，将批准援助14辆豹二 A6 主战坦克，同时呢，也允许其他拥有豹二的国家援助乌克兰。至此，各国也开始加入到援助坦克的行列。另外呢，英国也在美德两国援乌主战坦克的2天后，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到目前为止呢，包含挪威、加拿大、西班牙、波兰等多个国家有超过60辆各型的豹二坦克，以及英国的14辆挑战者2参与了援助计划。而这些坦克呢，也正在陆续抵达乌克兰本土。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和北约各国宣布援乌豹二后呢，各国对于乌军坦克车组人员的培训工作就同步开始了。德国甚至立刻调集了资源，在本土建立了培训中心，并且还在波兰等地迅速设立了维修中心和备件库。按照德国《明镜周刊》的说法，德国曾在境内对乌克兰装甲兵进行过2个月的豹二坦克和黄鼠狼步兵战车的培训，乌军士兵已经可以熟练操作这2型武器了。英国那边呢，同样也对乌军进行了相关培训，但是英国似乎比德国更擅长推销自家坦克，因此他们为此拍摄了一部长达30分钟的纪录片。在纪录片中呢，一位乌克兰士兵曾表示，挑战者2在驾驶起来时呢非常舒服，即使是劳斯莱斯在越野时也不会和挑战者2一样舒适。另外，他还提到，挑战者2将会加入乌克兰装甲部队的动物园，就像大象加入了猫科战群。这里呢，乌克兰士兵所说的大象指的是乌克兰空降部队给挑战者2起的绰号。时间来到3月27号，德国《明镜周刊》发布消息，德国此前承诺的18辆豹二 A6 和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已经抵达乌克兰了。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对此表示，豹二坦克准时抵达了乌克兰人民的手中。德国、瑞典和葡萄牙同意将会成立一个战斗集体。此次对乌克兰援助的坦克比原计划中多了4辆，请相信我们。27号当天晚上，这一消息呢得到了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的确认，并且呢他还发布推文称，第一批英国挑战者2坦克也已经抵达乌克兰了。次日，乌克兰国防部正式发布消息称，他们到了，很有幸和乌克兰空降兵、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官马克西姆·米尔霍洛德斯基一起欢迎乌克兰装甲部队迎来了新成员，并且配图展示了来自美国的斯崔克装甲车、美洲狮防雷车、来自英国的挑战者2、来自加拿大的罗谢尔轻型装甲车，以及来自德国的黄鼠狼步战车。同时呢，葡萄牙国防部也在3月28号发布推文，该国此前承诺的3辆豹二 A6 也已经抵达乌克兰了。而结合4月14号波兰、加拿大援助乌克兰的豹二 A4 型坦克，
目前乌克兰至少可以装备1个营的豹2系列坦克了，再加上德国提供的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乌克兰呢已经完全有能力组建一支全部由北约现役装备组成的装甲突击部队了。那么截止目前，乌克兰究竟接收了多少辆豹2呢？有关这个问题乌克兰国防部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根据大兵查到的消息，美国的 The War Zone 杂志曾先后多次联系英、美、德3国国防部，试图获取更多信息。但是呢，3国国防部均拒绝透露相关消息，因此目前乌克兰具体有多少豹2还真不能确定。不过呢，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虽然不清楚乌克兰拥有多少豹2，但是英国承诺的14辆挑战者2将在乌军大反攻之前抵达。而根据最新的消息看呢，德国援助的豹2 A6现在已经全面投入使用了。第一支列装的部队就是乌克兰的第1坦克旅。这个坦克旅呢，可谓是乌克兰王牌装甲部队了。不仅在战争初期的基辅战役中抵挡住了兵力优势很大的俄军，而且迅速转变为积极防御，在接下来的5周内保护了位于乌克兰基辅东北100公里外的切尔尼戈夫市。此外呢，他们还参加了乌军多次进攻防御任务，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铁军。那么这支部队为什么这么强？他们的战斗力又会有怎样的提升呢？乌克兰第1坦克旅全称为第1西维利亚独立坦克旅，隶属于乌军北方作战司令部统辖。它的驻点呢位于切尔尼戈夫州贡恰里夫西克市，是乌克兰20个现役旅中最好的之一。整个旅包括3个配备 T64BM 坦克的坦克营，以及1个配备 BMP 战车的机械化步兵营。每个营在编包括40或者50辆装甲车辆和大约400名士兵。支援部队包括3个炮兵营，每个营配备 2S1 和 2S3 自走炮和 BM21 火箭发射器，以及配备了斯吹勒什和通古斯跟踪导弹发射器和火炮的防空部队。其他单位呢，则包括附近提供额外火力的防空和炮兵旅。从编制来看，第1坦克旅远大于一般的旅，大概是有1万人。而与许多乌克兰军队一样，第1坦克旅呢曾经是苏联军队的一部分。2014年9月，也就是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随后支持乌东顿巴斯地区分离的7个月之后，乌军是重建了第1坦克旅，当时呢是由第72机械化师的第292近卫装甲团和红星团，以及第25机械化师的第280装甲团组合而成的。但实际上呢，在此前的2014年3月，第1坦克旅就已经先行组建了一个营级战术群，随后呢，在10天之内组建了2个坦克营、1个机步营、1个侦察连、1个2S2炮连和若干火箭炮连。每个炮连的最初编制是18辆车。当时是由于兵源不够，第1坦克旅呢只有6辆车可以参战，战斗力仅相当于1个炮连。4月到5月，该旅增加人员，但是也只增加到了12到14辆车。该旅这个时候负责防守切尔尼戈夫，以防俄军从这个方向入侵，但随后呢被调往乌东。由于组建匆忙，战斗力极差，该旅从乌西转战乌东，坦克长途行军战力更是雪上加霜，随后进行整编。2015年1月，第1坦克旅参加了第2次顿涅茨克机场战斗，此地呢被称之为小斯大林格勒，战斗相当激烈。当时该旅损失了24辆坦克，可谓是损失惨重啊。在顿涅茨克机场战败后，第1坦克旅在乌东顿巴斯地区转入了战壕战。2015年11月18号，乌克兰为了去苏联化，去除了部队番号中的苏联元素，改编为近卫第1坦克旅。2016年8月22号，乌克兰进一步撤销番号中的近卫名称。2021年4月，该旅还在顿巴斯作战。随着去年年初俄军开始在乌边境大规模集结部队，第1坦克旅呢也开始回防基辅，在米日里钦斯基自然保护区内设立永久驻地。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正式打响，但是和其他乌军部队一样，由于提前预知了俄军很大概率会发动进攻，因此他们早已调离了米日里钦斯基，使俄军发动进攻当晚，火炮、火箭弹和空袭等攻击手段对第1坦克旅没有造成任何损伤。第2天，第1坦克旅集中兵力开始拦截向切尔尼戈夫进攻的俄军第41合成兵种集团军。当时的切尔尼戈夫属于基辅外围防御的重要据点。
因此俄军第41集团军主要兵力10个以上的营级战术群以及其他部队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此地，可谓是兵力悬殊。俄军每个营级战术群大约800人，再加上其他部队，兵力在1万人以上，并且第41集团军下辖的俄第90近卫坦克师装备的 T72B3 坦克、Masta S 自走炮和 BTR82A 步战车性能呢，均比乌军第一坦克旅装备的 T6BM 和 T72系列坦克、2S1和2S3自走炮等装备有优势。然而呢，就是在兵力装备都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第一坦克旅还是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在主要地面战争的第一天就阻止了俄军第41集团军的推进计划。此后的5个星期里，俄军包围和孤立了切尔尼戈夫，第一坦克旅及其预备役部队和国土防卫部队很快被孤立在了这座城市。但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俄军的攻势。2022年3月31号，第一坦克旅收复第一条连接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主干公路，向基辅打通了一条道路，解除了1个月的围困。这次成功属于俄乌战争开始后乌军首次在这条战线上获得主动权。由于俄军第41集团军在切尔尼戈夫周边久攻不下，俄军高层呢自然有些生气，因此当时迫切希望取得进展的第41合成集团军副司令安德烈·苏霍维茨基多次将自己暴露在乌克兰军队的火力之下，最终被一名乌军狙击手击毙。事后，俄空天军出动了苏34、苏25机群，从地面和空中轰炸了切尔尼戈夫。在这种攻势下，第一坦克旅呢自然是有一定损失，但是俄军那边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根据去年3月5号的报道，当地时间11点30分，俄空天军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被第一坦克旅或者附近部队的防空人员击落，在切尔尼戈夫附近被击落，飞行员和领航员都成功弹射，但是只有飞行员活了下来。轰炸领航员疑似跳伞失败身亡，幸存的飞行员受伤被乌军俘虏。之后呢，俄军第41集团军在经历了数千辆坦克装甲车辆遭到乌军无人机和导弹摧毁后，从3月最后一周开始从乌克兰北部撤退，其他幸存者也开始向北逃往白俄罗斯。这对于乌军战线而言无疑是一次大获全胜。当时有消息人士透露，在整个切尔尼戈夫的攻防战中，乌军第一坦克旅只有2辆 T64BM 被击毁。虽然这个数据并不可靠啊，但这意味着该旅并没有失去那么多坦克。这一点呢，也可以从当时网上流传的图片得到证实。而从当时的战斗情况来看，乌军第一坦克旅在俄乌战争初期的防御战中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前，乌军第一坦克旅装备的一系列坦克等装甲车辆，从性能上不足以面对俄军正面的主战装甲力量，只能说他们是依靠着保家卫国的信念战胜了入侵者。而今呢，该旅经过实战的洗礼，已经成为乌军反攻计划的精锐之一。现在换装了来自德国的豹二 A6，自然是鸟枪换炮了。当然，由于14辆豹二 A6仅能够换装该旅1个坦克连，估计后续还会有豹二 A4等型号作为补充，实现整编。那么各位朋友认为，乌军王牌装甲部队的第一坦克旅换装了豹二系列坦克后，整体战力会有多大提升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